打架喝酒样样精通的我，为了得到黑道男友的爱，在他身边装了4年的柔柔小白花，却一直捂不热他的心。最终我假死脱逃。2年后刚下飞机就被闺蜜拉到酒吧开荤，刚坐下闺蜜手一拍指着我，去，谁要是拿下他，本小姐给他500万。话音刚落便凑到洛菲身边准备欣赏好戏。在场男模们听闻此言，顿时个个眼冒金光，从未见过如此阔绰豪爽的女子。一群人立刻蜂拥至我身侧，有人端着酒杯邀我共饮，有人绞尽脑汁寻找话题，甚至有人直接脱掉上衣，展示着健硕饱满的胸肌腹肌，站我旁边满脸讨好神色。这场面真是烦透我了，本就长途飞行疲惫不堪，现在还得应付这群花花公子。洛菲跟盛乔坐对面看戏，笑得眼角都挂着泪珠。就在此刻，2楼包间走出10位气场强大的帅哥。今天是顾家小队聚会日，包厢内空气太过沉闷，他们出来呼吸新鲜空气。众人手持酒杯，倚靠栏杆小酌。衣着考究的顾家大公子顾亦菲诞生问道：“还要离开吗？”其他成员齐刷刷转头，目光聚焦最小的弟弟，显然对这事极为关心。身穿白色休闲装的顾景瑜抿了口酒，缓慢出声：“必须走，安国那边事务尚未完结。”9位哥哥闻言面色不由暗淡几分，却也无力劝阻弟弟决定。此刻，所有人目光被1楼10位男模瞬间吸引，整个酒吧里的人全都盯着我看。那群男模围在我身边，光着上身就开始跳舞，舞姿格外大胆露骨。洛菲和盛乔笑得前仰后合，特别是看到我脸色越来越难看，笑得更加肆无忌惮。盛乔凑近洛菲耳边小声问：“感觉如何？我花的钱值了吧？”洛菲抬手将他推开，没好气地抬了抬下巴：“那还得爬上他床才算没浪费。”盛乔装作没听见，仍然兴致高涨：“给你点几个男模，要不要玩玩？”洛菲抿了口酒，侧过头斜眼看他：“七弟妹，你可别忘了我可是你大嫂。”这句话顿时捅了马蜂窝。盛乔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：“靠，6个月前顾家几个少爷要联姻，首选目标就是盛家和洛家，那会儿我正在国外举办画展，侥幸逃过一劫，他们俩就没那么好运了。”洛菲被指定给了顾亦菲，盛乔则分配给他亲弟弟顾浩宇，最迟明年就必须举行婚礼。这半年以来，他俩压根不敢在外面胡闹开玩笑，咱们自己国的顾家可是顶级豪门，谁敢给他们戴绿帽子，那不是自寻死路吗？盛乔今天叛逆心理爆发，抓起洋酒整瓶灌下，嘴里不停咒骂：“他妈的，今晚本小姐非要任性一回。”说完他又起身踩着高跟鞋直奔后台挑男模去了。我透过一排腹肌的缝隙看到他离开，大声问洛菲：“他这又要去干嘛？”洛菲喝着酒已经有些微醺，眼神迷离：“找男人去了呗。”我刚想说什么，却被男模的腹肌挡住了视线，最好的脾气也忍不住爆发：“别跳了！”男模们见我发怒，立刻停下动作，尴尬地站着不敢动弹。我从包里摸出黑卡，刷完卡就赶紧离开。刚回来的盛乔一把夺过卡坐到旁边：“钱我出人不许走，继续给我们跳。”洛菲瞟了眼身旁的盛乔，调侃地问：“你找的人呢？”盛乔慵懒地倚靠在沙发上，一脸嫌恶表情。剩下这群人都是些不值一提的货色，你眼光这么高，看得上谁？洛菲只是微微一笑，沉默不语。盛乔随手拉过那个表现最活跃的男模，直接将人按在了沙发坐垫上。他大咧咧坐到对方腿上，手指在男模那完美腹肌上轻轻划过，视线却故意瞟向洛菲：“别这样。”洛菲面带笑容，定定望着盛乔，语气严肃：“奉劝你别玩过火，凡事都该有个度，万一东窗事发，你比我更清楚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”盛乔脸色顿时阴沉下来，收回手，迅速起身，从精致手包里抽出金卡，随手丢给男模去结账：“以后别再来找我。”这群男模也非等闲之辈，听出了其中微妙关系，拿着卡识趣离开了。就在此刻，洛菲口袋里手机铃声响起，屏幕显示顾亦菲来电，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，犹豫片刻还是接通了：“我亲爱的未婚妻玩得可开心。”听到这话，洛菲心头猛地一震，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背景音乐，内心不禁慌乱起来，表面却依然镇定自若。他迅速环视四周，周围并无顾亦菲踪影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抬头望去，只见顾家公子们全站在2楼栏杆处，居高临下俯视着这边。洛菲也抬头扫视一圈，注意到其中有个陌生面孔，那人容貌英俊出众，气质温文尔雅，直觉告诉他此人绝非表面那么简单，估计就是从小留学国外的顾家老师。紧接着，洛菲将目光锁定在顾亦菲身上，冷淡地回了句：“还算不错。”对话结束，两人握着手机陷入沉默。片刻之后，顾亦菲放下手机，举杯目光灼灼看着他，洛菲也拿起酒杯遥遥相对示意。盛乔自然捕捉到这一幕，盯着2楼的花花公子顾浩宇，心里恨不得破口大骂：这家伙也太会挑时机了。顾浩宇虽然没直接联系他，但明天盛乔铁定要被父亲痛骂一顿，搞不好还要遭受一番毒打。顾家那几位少爷可不是善茬，他曾经主动找过顾浩宇谈过，坦白自己不想被迫联姻，结果反被那位大少爷一口回绝。顾浩宇当时说，订婚仪式后就不能反悔了，他可以出去玩乐，但别让人发现，如果被他抓个正着，就让整个盛家吃不了兜着走。看到对面两人脸色突然变得不对劲，我赶忙开口询问：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？盛乔干脆破罐子破摔，肆无忌惮地笑着说：我们俩刚被未婚夫当场抓了个正着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洛菲忍不住也跟着笑出声来，心里想着盛乔就是个傻大胆，闯了祸才知道慌，我却完全懵住了。酒精已经让我脑子有些迷糊，想起他们跟顾家那门亲事，我也渐渐冷静下来。整个自己国有谁不怕顾家那滔天权势？我注意到洛菲刚才往楼上看了一眼，于是我也转头朝那个方向望去，这一看却让我后悔不已，浑身汗毛瞬间全部竖了起来。其他人的长相我完全没看清，只能清晰地看到顾景瑜的样子。2楼的顾景瑜也发现了我，他愣在那足足5秒钟，那张平日斯文的俊脸上满是赤裸的恶意，嘴角还挂着一抹残忍的笑，眼神死死锁住我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冲下来把人吞噬。这时酒吧里震耳的音乐声又响起来，气氛却变得异常诡异起来。洛菲和盛乔两人以及楼上那群顾
顾家公子哥都不是傻子，哪能看不出我俩认识？估计关系还不一般。不等盛乔开口说话，我焦急地转身起来，拎起名牌包匆忙往外跑。路上撞到人也顾不上道歉，只知道拼命往前冲。2楼的顾景瑜盯着我逃离的背影，一口喝完手中的酒，然后手撑栏杆从楼上直接跳下，落地时稳稳站住，紧接着追了上去。洛菲和盛乔两人完全呆住了，赶紧拎起包也跟着冲出去。到了酒吧外面，我简直慌得不行，怎么会在这里又遇见顾景瑜呢？天啊，顾景瑜姓顾，难道就是传说中顾家那位宝贝少爷？完蛋了，我前男友竟然是传说中顾家捧在手心里的小少爷。来不及细想这些，我沿着街道一口气穿过5条街，确定跟酒吧距离够远了，才停下来站在路边想拦出租车。今天刚刚回国，还没来得及告诉家里人，自然也没安排司机来接我。站在路边半天都拦不到车，我不停地回头张望，生怕那个可怕男人追过来。好不容易有辆空车停下，我刚要上车就被人从后面一把扛起。男人身上熟悉的香水味，我简直闻得太熟悉了。我开始剧烈挣扎，双手拍打着他的后背，放开我，这里是 Z 国，你这样做是犯法的。顾景瑜根本不理睬我，继续往前大步走着。我依然不死心，真是出门没看黄历，竟然碰上这个煞星，继续大声喊叫：顾景瑜，你再不放开我就报警了。顾景瑜还是不理会我，我真的很想报警，可我的包刚刚已被他夺走，我拿什么东西报警？这简直要把我气疯了。顾景瑜扛着我直奔最近的酒店，这酒店碰巧还是顾家产业。进了房间后，他立刻反手锁上房门，把我狠狠地摔在床上。我被摔得晕头转向，刚想坐起来就感觉冰冷的枪口抵住了头。顾景瑜用舌尖轻轻顶了顶腮帮子，笑着盯着我，跑什么跑？我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抿了抿嘴唇。见我一言不发，顾景瑜眼中闪过一丝寒光，左手拿枪轻轻推了下我的脑门，说话，等我开了枪，你再想开口就来不及了。我拼命让自己保持冷静，声音却还是忍不住发抖。我没跑啊，我只是想回家而已。顾景瑜听完我的回答，气得笑出声，没跑，你应该清楚欺骗我会有什么后果。话音刚落，他另一只手猛地抓住我的衣领，将我整个人提了起来。身高只有163的我，在190的顾景瑜面前完全无力反抗。男人身上那股霸道气息迎面扑来，顾景瑜双目通红如血，死死盯着我开口：你凭什么跟我提分手？我回想起1年前留下的那封信，字字句句都已表明，我无法忍受顾景瑜那强势的占有欲，更受不了他那随意杀人的冷血无情。如今他竟还要质问我原因，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清纯脸蛋上一片冰冷，我给你留的信难道没看吗？我受不了你随意杀人，你总想把我身边所有异性都除掉才安心。我们早已经分手了，求你放我离开吧。我每说出一个字，顾景瑜俊美的脸上就多添一分怒意，气得他握枪的大手都开始颤抖。他咬牙骂到林雨柔，谁告诉你老子同意分手了？你是在害怕我吗？居然敢对我说出分手2字，信不信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？我信，我怎么可能不相信呢？我们初次相识那天，我就亲眼目睹他开枪连杀5人，看到眼前女人不再说那些惹他生气的话，顾景瑜心中怒火稍稍平息，他抬手将我推倒在床上，接着把手枪举到嘴边，用牙齿紧紧咬住，随后又将身上衣服全部脱掉，展露出那结实强壮的胸肌和完美腹肌。脱掉衣服的男人变得急躁，真不是好对付的主，我怎可能就这样认命？我慌张地从床上跳下来，绕过他直奔房门而去，颤抖着双手试图打开门锁。突然砰的一声巨响在我耳边炸裂开来，我差点被这声音震聋了。门上出现的弹孔提醒着我，这一切不是幻觉是现实。我双腿发软瘫坐在地上。顾景瑜，他真的疯了，他竟敢在国内真的开枪。那体型高大的男人从身后走来，将我抱起放到了床上，他跪在我的腿边，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嘴角上扬问道：还想逃跑吗？我可以放你走。林雨柔，你说是你2条腿跑得快，还是我的子弹飞得更快？说着顾景瑜就拿枪顶在我的小腿上。我真的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，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与这疯子扯上关系，否则以后更难摆脱他的控制。豁出去了，死就死吧。我狠下心站了起来，毫无畏惧地直视顾景瑜，要么现在杀了我，要么立刻放我离开。这番话简直要把男人气疯了。顾景瑜斯文俊美的脸上浮现杀意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他抬手掐住我的脖子，却迟迟没敢用力，将我摁倒后几下撕碎衣物。好，我现在就踏马弄死你。次日深夜，赤裸上身的顾景瑜坐在沙发上抽着香烟，他本想抽完这一根就不再抽了，可目光不经意扫到床上的女人，忍不住又点燃了一根继续抽着。随着缭绕半空的烟雾升腾，他的思绪也开始渐渐飘远。顾景瑜是顾家老爷子60岁才得的独子，说他是被当宝贝宠着都不为过。他刚咕咕坠地，国外的顾家基业就发生了动荡，长辈们全都奔赴安国处理危机，家中只剩2个亲哥和7个堂哥照看他。毕竟顾景瑜跟他9哥还差着5岁呢，他3岁就开始学摸枪，6岁就被送往安国总部严格训练，8岁已成为百发百中的顶级狙击手。这些年除了逢年过节回国一趟，其余时间全留在海外未归，专与黑手党和恐怖组织周旋。14岁那年，顾景瑜正式接手了安国的庞大势力。就在那时，巷口突然跑进来一个身穿旗袍的年轻女孩，看起来年纪不大，旗袍下包裹着的身材却很惊艳，堪称完美，再配上那既纯又玉的小脸蛋，美到让人想据为己有，永远藏起来。我跑进巷子没看见顾景瑜，转头环顾四周，快步走到垃圾桶旁，打开盖子跳了进去。站在一旁的顾景瑜冷漠地看着我，盯着那从桶里伸出的白嫩小手，直到我把垃圾桶盖好才收回目光。随后他又深深吸了口手中的香烟。几秒钟后，5个 F 国壮汉冲进了巷子，环视一周，发现巷内只有顾景瑜一人，便用蹩脚的英语开口，问他有没有见到穿旗袍的女孩。顾景瑜慵懒地靠在墙边，低头看着沾血的皮鞋尖，完全不搭理他们。其中一名壮汉受不了他这傲慢态度，抬手就要拔枪射击，却被其余4人赶紧拦下。他们仔细搜寻了巷子一圈，最后在垃圾桶前停下，狠踹一脚。5人脸上都露出欣喜神色。那个最暴躁的壮汉掀开桶盖将我拽出来，5个壮汉眼神淫邪地打量着我，好像恨不得就地把我办了。我真的怕极了，却挣脱不开手腕上那只大手。壮汉们抓着我正要离开，
此时刚成年的我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，绝望、害怕、恐惧彻底吞噬了我全身。余光瞥见那正抽烟望着我的男人，我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哭求他：求求你，救救我，求求你了！顾景瑜眼中闪过一丝玩味，声音磁性而诱人，像大提琴般低沉动听。求我可从不做亏本的买卖，你告诉我，救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被壮汉硬拽的我，怎么可能听不出话里透着的威胁？可眼下情况危急，我已经没机会犹豫了，是一个男人的侵犯还是5个男人的侵犯？这个道理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我果断地大喊出来：只要你救了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顾景瑜听到满意的回答后，嘴角微微扬起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不管我求不求他，他都会出手。刚刚在看到我的第一眼，他眼神中流露出的占有欲可藏不住。顾景瑜叼着一根烟，抽出别在后腰的手枪，二话不说，抬手就朝抓住我手腕的壮汉开了一枪。砰！第一声剧烈的枪响，温热的鲜血溅了我一身，惊恐来不及涌上心头。我先是挣脱了壮汉的手，然后匆忙跑向顾景瑜。另外4个壮汉明明听到了我俩的谈话声，但他们却迟迟没有反应。一是因为语言不通，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把这个亚洲男人当回事。可谁能料到他居然这么强硬，竟然直接开枪干掉了他们的同伴。4个壮汉立刻拿起枪对着顾景瑜一阵扫射，可他们哪能比得上从小就受过严格训练的顾景瑜？他的枪法又快又准，甚至只是靠着墙，连闪都懒得闪。枪口连续射击4次，每一发都精准爆头命中。等到周围彻底安静下来，我跑到一半，腿已经软得快站不住了。顾景瑜吐掉嘴里的烟头，大步迈到我面前，弯下腰直接将我打横抱了起来。他抱住我的瞬间，我能感受到这个男人情绪上有一丝兴奋，他迈步的步伐越发稳健，还透着霸气。走到路边停着的一辆车前时，他一脚踢在车门上，很快，车里的小弟主动弯腰替他打开了车门。等顾景瑜抱着我坐稳后，黑车立刻飞速发动，直冲出去。开车的小弟周汉从后视镜里偷偷瞄了我一眼。顾景瑜轻皱眉头，不悦的语气低沉说道：眼睛还想要吗？周汉吓得一哆嗦，立马意识到自己的好奇心太重了。其实周汉也无可奈何，毕竟换谁能不惊讶？老大都19岁了，还是干净的令人意想不到。结果这才出门一会儿，竟然公主抱回了一个绝美的小姑娘。他要是不震惊才怪了呢。周汉赶紧收回目光，专注看着前方的路，一声不敢吭。车内后座的我则心乱如麻，眼前的这个男人给人一种极不好惹的感觉。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，但他会不会就此放过我呢？万一他不肯放人，我又该怎么办？报警？可在 F 国，警察真的管得了吗？刚才我被那5个壮汉追的时候，不是没试过报警，只是那破手机早就被壮汉随手砸得粉碎了。现在的我能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车子缓缓停在了郊区的那栋别墅门前，顾景瑜迅速推开车门，率先下了车，转过身伸出他的大手，示意让我握住他的手。我乖乖地搭上他的手，从车里出来。可下一秒，他竟直接将我打横抱了起来。他对着车里的周汉冷声道：滚吧，告诉他们最近几天别来打扰我。话音刚落，他迈着修长的腿径直走进了别墅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周汉才终于回过神来，他们老大这一开荤可真是要不得了。可老大又没具体说所谓的几天到底是多久。别墅中，顾景瑜抱着我直接进了卧室，他一脚踹开浴室门，把我轻轻放在了地上，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我。我笑了笑，抬眼望他，他问是你洗还是我帮你洗？听到这直白到让人脸红的话语，我赶忙摇头拒绝，声音里带着些许慌乱：我自己洗吧。顾景瑜也不愿吓得我太过发慌，点点头便转身离开，把门轻轻合上。他随后去了隔壁房间，迅速洗了个澡。再怎么说，顾景瑜也不敢离得太远，这只小猫要是趁机溜了，他该怎么办？最好他乖乖的，否则他可不介意采取强硬手段。而在浴室里洗澡的我确实安分得很，因为我已经打量过这里实在是太偏僻了，就算逃出这栋别墅，只怕也会被抓回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更何况这个男人手里似乎还握着枪，惹怒了他，那小命就更保不住了。与其硬碰硬逃不掉，倒不如干脆等他放松警惕后另寻机会，或许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，就会轻易的放我离开吧。此时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顾景瑜站在门外，语气不耐的开口问：好了吗？我慌忙抓起浴室的浴袍往身上套，然后焦急回应道：好了，我马上出来。听到我回话后，顾景瑜懒洋洋的坐到了床边，白色的浴袍松松垮垮的挂在身上，健壮的胸肌完全展露了出来，额头上的碎发微微凌乱，带着一丝慵懒。浴室的门被轻轻推开，接着是一个娇小柔软的女孩走了出来，我的清纯小脸染上一片红晕，看得人忍不住想狠狠咬上一口。顾景瑜终于按捺不住了，他什么都懒得再多说，站起来走到我面前，一把将我拽到了床上，他高大凛冽的身躯随之压了下来，清冷的唇轻轻附上了我的粉唇，两人都是初吻，所以彼此显得格外小心与郑重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在顾景瑜怀里缓缓醒来，起初我还有些呆愣，可很快便悄悄地想下床离开，结果刚晃了一下，男人便迅速将我拉住。刚醒来的他声音里带着些许沙哑，语气冷冷地问我想去哪。坐在床上的我转过头，看着那个眼睛还没睁开的男人，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开口：我今天有点事，能回去简单处理一下吗？听到这话后，顾景瑜依旧闭着双眼，没有睁开，嘴角微微扬起，淡淡地说道：你倒是挺聪明，非常聪明。我悄悄试探着他的态度，想看看是否还有离开的可能性，但很遗憾，他压根没打算放我走。顾景瑜在睡着之前似乎做了个决定，那就是他真是不知怎么回事，竟对我一见钟情了。他也没搞清楚究竟迷上的是什么，是脸还是人。无论是什么原因，他决定我就是他要娶的人，他认定这辈子我只能是他的妻子。看着他沉默不语的模样，我的心骤然一沉，泛起一阵不安，手心迅速冒出了一片冷汗。他根本不可能让我离开，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。而此时，男人终于睁开双眼，眼神落在我的身上，他语气平静地问了一句：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，没多做隐瞒，低声回答他说：林雨柔。男人淡淡重复着我的名字。顾景瑜随即坐起身来，伸手拉住我的小手，轻轻摩挲着，低声念叨了好几遍林雨柔，仿佛想要把这个名字刻进骨子里去。他越念，我的心就越是紧张不安，因为他的样子完全没有一点点要放过我的意思。顾景瑜终于松开了我的手，转身从床上走了下来，他的背后还隐隐有抓痕，那是昨晚留下的痕迹。我赶忙低下头，不敢多
多看一眼。就在这时，顾景瑜动作迅速，已经换上了黑色的休闲服。他转过身，语气平静地对我说：“床柜上的衣服是新的，穿好后下来，吃点早餐，我会开车送你回去。”话刚落，他便推开门下楼去了。等他离开后，我重重地舒了一口气，抓起床柜上的衣服换上了。这件衣服很保守，是一条宽松的粉色长裙，遮住了皮肤大半部分。我缓缓地从床上站起身来，可刚一起身，身体的疼痛感立刻再次袭来。我忍住所有不适，勉强走出了房间。下楼后，目光立刻落在厨房方向的男人身上。我默默走到餐桌前坐了下来，此刻脑子里乱成了一团，只想着稍后回到学校，马上订票回国。就在这时，顾景瑜端着牛奶、煎蛋以及面包向我走来，他把早餐轻轻放在我面前，自然地在我对面坐下，淡淡地开口说了一句：“吃吧。”我乖乖听话，慢悠悠地开始吃早餐，可他却没有动筷子的意思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想开口询问，可念头闪过时又觉得还是少说为妙，最后也只能默不作声地吃了起来。顾景瑜的目光灼灼地盯着我，我的早餐吃得无比局促不安，毕竟谁对面坐着一个虎视眈眈的男人都难以下咽吧。可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勉强吃完了所有食物。等我才刚放下碗筷，顾景瑜立刻站起身来，迈步率先走向了门外。他并不是不想等我，是我根本不敢去追上他。我现在早已怕他怕得要命了，要是他再靠近些，只怕我得直接被吓得晕过去。心跳加速让我几乎不敢有其他行动，也只能慢慢跟着他的脚步试探往外去，一步一步的小心翼翼，不敢妄动分毫。顾景瑜越想越烦躁，他从小到大哪里见过这么冷漠拒绝他的人？在他遇见过的所有女人里，我绝对是第一个。路上我一句话都没开口说过，顾景瑜的脸色越发阴沉难看，他似乎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这么不得我喜欢。到了这种境地，连一句话我都懒得对他说。从昨天到现在，除非他主动问我问题，否则我压根没多说一个字。啊对了，或许他忘了，我其实主动开过口，总共就说了2句话，一句是求他救我，另一句则是试探他的态度。跑车驶出别墅区后，顾景瑜问了句冷冰冰的话：“去哪里办事？要办多久？”我心头一紧，手指情不自禁地攥紧，压下心中的复杂情绪，低声答道：“去莫斯学院，预计到明日上午才能结束事情。”听到我的回答，顾景瑜双手抓紧方向盘，力度大到指节泛白，他直接否决我的安排。晚上7点，我来接你。我顿时有些手足无措，连手都微微发抖起来，强作镇定地摆出一副体贴模样。7点我一定准时回来，你要是有事就去忙吧，我们晚上再见也可以啊。顾景瑜却勾起一抹冷笑，那弧度里全是满满的嘲弄意味。随后他猛地踩下刹车，车猛地一顿，他转头狠狠盯着我，那眼神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晚上见，你确定？你知道骗我的下场是什么吗？我真的打心底里怕他，虽然他从昨天到现在的确对我还算温柔，但这温柔也无济于事，不能消解我心里对他的那份抗拒。他轻而易举地戳穿了我的谎言，可我实在不想继续被逼迫了。低垂着眼望向顾景瑜，我语气里尽量表现得特别坚定和真诚。确定，确定，确定一到学院就溜走，确定要买最早的机票回国，确定要回去之后将这一切彻底忘得一干二净，确定再也不回来。就是这样。顾景瑜用一种看不透的眼神深深望了我一眼，然后重新启动跑车，飞速驶向目的地。一直到莫斯学院门口停车的那一刻，他都没有再说过一句话。眼前熟悉的景象让我心里泛起了一丝欣喜，可这份情绪我丝毫不敢显露在脸上。我转身看向有些出神的顾景瑜，低声问了句：“现在可以下车了吗？”他也看向我，目光透着无尽的复杂和隐忍，语气冷硬的像刀从咬紧的牙缝中挤了出来。你确定没有什么话是想对我说的吗？我直视他的眼睛，没有一丝躲藏的意思。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，无非是希望我亲口承认自己刚刚撒了谎。昨天我没能跑成，那仅仅是因为机会不够好而已。可今天不同了，今天我有机会，不逃走还能等什么时候？如果现在不做决定，我还能指望未来会有更好的机会吗？我心里再明白不过，这就是唯一的时机。今晚再细细讲给你听可好？我凝视他，脸庞依旧坦坦荡荡。顾景瑜别过脸，轻轻颔首，获得他的首肯，我心里欢喜的快要飞起来。我轻拉车门把手，极力维持表面镇定，一步步远离那位男子的控制。临近学院大门之际，忽然背后有人唤我名字，此刻我还未完全脱身，我只得回身望向马路对岸那人。顾景瑜靠在车身凝望过来，音量不高，却恰好让我听得一清二楚。林雨柔，我名叫顾景瑜。话音刚落，他朝我微笑，他笑容格外迷人，至少在这一刹那，我心房剧烈颤动了下。我朝他轻摆手势，转身踏入学院大门。顾景瑜从裤袋摸出香烟，叼在唇边，却发觉忘带了火机。他把烟收回口袋，随后取出手机拨通一串号码，待电话那头接通后，他冷冷吩咐，让人把莫斯学院团团围住。我是国外留学生，昨日恰逢我毕业典礼，便约同学出去聚餐庆贺。谁知道去趟洗手间的功夫，竟被5名大汉制住。幸好中途我逃脱了，才有了后来那些遭遇。回到宿舍，我将证件、毕业证和护照塞进背包，我又启动了备用手机，预定最早一班航班。剩余衣物、日用品来不及打包，干脆全部舍弃。我匆忙离开住处，却在门口撞上了正在打扫卫生的清洁阿姨。15分钟后，清洁工推着垃圾车从学院门口慢慢走出。这位清洁工其实就是我。此时，莫斯学院外已被黑西装男子包围，路过的留学生们心里七上八下，生怕是什么恐怖分子闹事。而推着垃圾车离开的我紧张极了，心中暗自庆幸刚才给清洁工前换了衣服，否则贸然出门恐怕立刻被他们抓住。我脸上口罩遮住半边面容，不经意间，我眼角余光瞥见检查的男子手中拿着竟然是我照片，还是我熟睡时拍摄的。想着想着，我更加惶恐。好在他们只扫了我一眼，没有上前盘问。我推着垃圾车走出很远，大约30分钟后，才缓缓靠在墙边，大口喘着粗气。形势紧急，容不得我多做调戏。我迅速从垃圾车中取出背包，打算立刻赶往机场。然而，就在我刚背好行囊，抬头便看见前方赫然伫立着一位高大英俊男子。此刻他正专注凝视着我，眼神凛冽，虽然面庞儒雅清俊，却让我感到极度恐惧。顾景瑜迈动修长双腿，步步向我
我靠近，窒息般的压迫感随之袭来。今晚再见，你很擅长欺骗人啊。他语气淡然，我猛然转身狂奔，怎么办？我该如何是好？为何会遇到这般强势的男人？我从未如此拼命奔跑，可我又怎能跑赢？体能素质超群的顾景瑜还未跑出街角，就被他从后方擒住手腕。我拼命挣扎，却始终无法逃脱。我真的快要崩溃了，不想继续伪装下去。抬眸看着顾景瑜哭喊道：昨夜我已经什么都给你，为什么还不放我自由？看到我泪水滑落，顾景瑜内心烦躁不安，并非厌倦，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心疼。他俯视着我，认真回答道：我想拥有你，我要娶你。这番话一出，我惊愕半晌说不出一个字，许久才轻声呢喃：我并不喜欢你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话音未落，顾景瑜便紧紧拥我入怀，将我额头贴在他胸膛，感受着男人急促的心跳声，我心跳节奏也变得混乱。头顶传来低沉磁性的声音：我可以等待，等到你喜欢上我，请给我一次机会。最终我还是被顾景瑜带回别墅。从那天起，他如同情窦初开少年，天天亲手准备3餐，亲自为我洗衣服，无论多晚都会归来。他从不逾越，只是拥我入睡。多次夜半我醒来，都听见浴室传来冲凉水的声音。顾景瑜未曾限制我行动，只是安排人在暗处默默守护。顾景瑜常带我外出游玩，几乎走遍 F 国每个角落，只要看到我感兴趣物品，无需开口，顾景瑜就会毫不犹豫买下送我。在这3个月间，他从未发过火，即使我撒谎说自己是男子，他心知肚明非此。顾景瑜也未私下调查，初次恋爱地他尽可能尊重心上人，只要我不离他而去，其他事情他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二人关系转折发生在相识半年后，那天我终于确定了心意。凌晨2点，顾景瑜仍未归来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根本无法入睡。这半年以来，他从未如此深夜未归。越是思考，我心越乱如麻，各种想法涌入脑海。他是遇到危险了吗？还是身边已有别的女子？毕竟自从那次亲密之后，他再未触碰过我。明明每种猜想都对我桃李有利，可此刻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我挣扎坐起身离开床铺，赤着双足走到窗前，低头凝视楼下。我是不是爱上他了？否则实在找不到更合理解释来解析自己心慌意乱。究竟何时动心的呢？会不会只是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？当这念头闪过，脑中立刻浮现他初次相救画面。在那条街上，顾景瑜抱我时急促心跳声，以及这些月来一同看电视、烹饪美食、仰望星空，总之回忆铺天盖地袭来。我心想自己应当未曾生病，爱上一个人有时就是不由自主。就在此时，一辆豪车驶入院落，我渴望见到顾景瑜，恨不得下一刻就能相见。我迅速转身冲下楼梯，别墅大门刚被推开，只见顾景瑜手下周汉与杰斯正搀扶着他，他面容惨白，沾满血迹与汗水，胸口枪伤不断涌出鲜血。此刻又从外面奔入一位白大褂医生，在沙发边迅速为顾景瑜注射点滴麻醉，手法娴熟地从胸口取出弹片。我紧握扶手不敢靠近，我恐慌不是惧怕鲜血，而是担心他若出事，我该如何是好？我刚确定情愫就要失去了吗？此时医生神情焦灼，喘息声也逐渐加重，因为顾景瑜生命体征日渐微弱。周汉和杰斯凑近前，眼中泛起红光，不断重复着：大哥大哥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一楼人群越聚越多，众多壮汉冲入室内，每个人都含泪高喊大哥。医生额头汗珠越来越密，双手颤抖愈发剧烈，谁都看得出昏迷男人情况危急，怕是回天乏术了。我踉跄跑过去，沙发旁跪倒，紧握他宽厚手掌。顾景瑜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上你了，我希望你活下来，只要你平安无恙，我便嫁与你，恳求你务必存活。2分钟后，医生忽然发现顾景瑜情况转好，来不及惊讶，继续专注手术。一旁的我仿佛陷入幻境，不断诉说两人这半载种种往事。周汉和杰斯则领着众兄弟退至门外，他们大哥终于要迎娶家人了。3天之后，我在顾景瑜怀抱中行转，我抬眸凝视着他，发现他也含笑望着我。我本想询问他伤势好些了吗？未料男人先开了口，那些话全是真心吗？回应顾景瑜的是甜蜜一吻。我轻触他的双唇，微笑着道：千真万确，我深深喜欢你。伤愈的男人欣喜若狂，顾景瑜简直难以置信。顾景瑜不顾胸前伤势，将我一把抱起，在床边兴奋地转了好几个圈。他爽朗笑声把楼下熟睡的周汉都惊醒了。周汉揉了揉眼睛，无奈地抓起外套盖住脑袋，又沉沉睡去。从那天开始，顾景瑜再也不吃醋了。又过了半年时间，我们这对恋人感情深厚，如胶似漆。顾景瑜从未想到他会这样爱一个人，而且这份爱还在与日俱增，恨不能每次外出都将我揣进口袋，不让我远离半步。若不是每次出门都要见血腥，他真会这样做呀。这一天，顾景瑜刚刚离家，我就接到高中学长周毅然来电，他要在 F 国举办画展，询问我是否有空帮忙。我当然要答应。高中时期我曾低血糖晕倒，正是周毅然学长送我去了医院。想到这里，我赶紧从床上爬起，腿痛得几乎不像自己的。洗漱完毕后，我便在衣柜中找出一件极为保守的白色长裙换上，望着垂到脚踝的裙摆，我无奈地摇摇头。顾景瑜给我买的裙子全都是这种款式。下楼上车后，我立即赶往周毅然学长办画展的地点。抵达目的地后，司机也就是顾景瑜小弟赵光转头说：嫂子，我在这等您。我推开车门朝他点点头，好的，我尽快回来。刚下车，恰巧遇见周毅然送客人出来，他看见我，眼睛顿时发亮，小跑过来，语气十分温和：雨柔，你终于来了，吃过饭没？我先带你去吃点东西吧。看着已有2、3年未见的学长，我心里也颇为高兴，但还是摇摇头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吃过了。学长先带我进去看看，有什么事能帮上忙的吧？被我拒绝的周毅然略显失落，可脸上笑容不减，轻声开口：那好吧，跟我进来吧。我们2人一前一后走进去，车内的赵光眉头紧锁，犹豫许久后，他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。另一栋陌生别墅里，顾景瑜白衬衫微敞，慵懒地坐在沙发上，修长双腿随意交叠。他冷眼看着跪在腿前的男人，冷冷问道：想怎么死？男人苦笑着摇摇头，迅速向顾景瑜磕头，哀求道：
求您放过我老婆和孩子，想怎么处置我都行。站在一旁的周汉和杰斯嘲讽地笑了笑，其余小弟们也冷笑起来。可这傻子还真敢求我们老大，是想死得更痛苦吗？顾景瑜被男人的话逗笑了，抬手一枪打穿了他肩膀，俯身将枪抵在男人头顶。还有什么要求不妨再说出来让我听听。顾景瑜觉得此人实在有趣，这家伙威胁他手下运送地品，遭到拒绝后竟将他小弟全家灭口，现在还厚着脸皮来求他，真当他是好脾气的人啊。顾景瑜对手下小弟有严格规定，一是拐卖人口绝不允许，无论妇女还是孩童都不能碰；二是地品绝不碰，不能接触，也不能运输；三是巨人 JC 不许动，其他事情可以商议。但今天既然他找上门，就没打算放过任何人。就在此时，楼上跑下来一对母子，小男孩看见父亲受伤就要冲过来，地上男人想要阻拦，结果下一秒别墅内响起砰砰2声枪响，女人和小男孩被精准爆头，同时倒在血泊中。男人崩溃地望着这一幕，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。顾景瑜站起身看向周汉，别让他死得太痛快。说完便走出别墅，刚上车，他手机突然响起，拿出来一看是赵光，心底猛然慌乱，手指都微微颤抖。接完电话后，顾景瑜气得双眼通红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对旁边摆放画框的周毅然说，学长，我得先回去了，那幅画回去就帮你修改。周毅然本想等会时间晚了，好邀请我共进晚餐，看来是没机会了。他拿起外套递给我，穿上吧，外面天气恐怕有些凉了。我摇摇头，婉拒了，不必了，学长我不觉得冷。接连被我拒绝，周毅然表情明显有些不自然，他望着我试探着问，学妹你是有男朋友了吧？是的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我坦然回答。听到这话，周毅然一时说不清是气恼还是困惑，他高中就暗恋我，却一直没有勇气表白，最终还是没能成功，连普通朋友都没法做下去。过去这3年里，他偶尔主动联系我，也总是被我冷淡应付，如今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追到我面前，却意外发现我早已有了男朋友。看着他正在原地，我抱起画板急匆匆走了出去。今天到了这里，我心里格外别扭。周毅然的视线总是停留在我身上，那浓烈的渴望就连我都能感受到。虽然不太愿意再尝试，但我还是假装什么都没看到，不想把话挑明。光是想到这幅画等修改好就能让人送来，我在心里默默做了决定，以后还是别见了为好。周毅然望着我渐渐远去的背影，不死心的快步追了上来。雨柔，我来送你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立刻加快脚步往外走。等我看到赵光的车时，索性直接跑起来，可我脚下一滑，眼看着摔倒在地，周毅然赶紧上前一把拉住我。就在无意之间，他的手指划过我的皮肤，我稳住身体后，立刻把他的手甩开，往后退了2步，赶忙说了句谢谢学长，我先走了。刚说完这句话，我身后忽然响起了枪声，紧接着只见周毅然的手瞬间流出鲜血，他疼到嘴唇都苍白了，冷汗顺着额头滴答落下，可他还是死咬牙关，一声哼都没发出。我刚准备冲过去把他带到安全地方，下一秒却被人猛地搂进怀里，熟透的气息扑鼻而来，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稍微放下，可随即又是连续5声枪响，这回我看得分明，扣动扳机的正是顾景瑜。我赶紧拦住他举着的枪，顾景瑜，别继续开枪了。他已经完全失控，眼中只剩疯狂，冷冷低头盯着我，你让开，今天我一定要废了他的手。听完这话，我怎么可能松手，强忍颤抖死死握着他的枪，柔声劝了句，回家好不好，咱们现在就回家可以吗？顾景瑜盯着我紧张的表情，明显在拼命压抑满身怒火，慢慢把枪放了下去，把我紧紧搂怀里，拉着我朝停在马路边的跑车走去。我根本不敢回头瞄一眼周毅然，只在心里默默祈祷他能自己联系医院。他的手满是枪伤，鲜血不停往下流，他却目送着我们离开，脸上满是愤怒与羡慕，仿佛下一秒整个人都要爆发。等我们逐渐往远走，他忍住剧痛放声大吼，他根本配不上你，他就是个恶魔。这句话刚说出口，我立马感觉到顾景瑜顿住了脚步，他转身瞬间，我清楚地看到他又把枪举了起来，那冷冷的目光仿佛能冻死人。我下意识做出本能反应，就在他扣动扳机的刹那，我赶紧推了他一下，这一枪偏离了方向，并没有伤到周毅然。顾景瑜低头，满脸冰冷地盯着我，一句话都没说出口，直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硬生生把我拽到车前。他打开了车门，用力把我塞进车里，随后黑着脸一脚踩下油门，他一路飙车飞驰，让我整个人心跳都悬在嗓子眼。好不容易回到别墅，顾景瑜将我抱起来直奔2楼，一把把我甩到床上，怒气冲冲地质问，你为什么要救他？我深吸口气调整情绪，看着床边的男人怒火上脸，自己也炸了，那你算什么？他只是怕我摔跤扶我一下而已，你就把他手废了，甚至还要杀了他。顾景瑜，你就一点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？顾景瑜眼睛都红了，死盯着我看，说话冷血又残忍，只要他敢碰我的女人，就活该死。被他这种冷酷的语气气到爆炸，我真快被他气疯了。我没再争辩，他忽然拿出手机直接拨号，下达命令，把那个人给我处理掉。听到这句威胁，我再也忍不住，一下冲到阳台，做出想跳楼的样子。顾景瑜吓得瞬间脸色惨白，甚至电话都来不及挂掉，急忙冲过来抓住我的手，声音都急到发颤了，等下，别过去。顾景瑜慌乱地拉紧我的手，低头看着我，他满脸慌张，说话时声音都在发抖。他真的就那么重要吗？重要到你都要为他去死？我拼命压下眼泪，低声反驳道，他不重要，可我不能看着无辜的人因为我丧命。别再动手伤人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见他。顾景瑜神情复杂，好像明白却又好像没有，似乎听进去了又似乎没有。他慢慢松开我的手，一句话不说直接走了出去。从那天起，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层冰冷的高墙，白天我见不到他的影子，晚上顾景瑜回来全程一言不发，只会不眠不休发泄他的情绪。后来我发起高烧，体温一路飙到39度多，始终退不下去。顾景瑜才意识到自己的过分，他最初只是想让我屈服一下，如今却追悔莫及，赶紧叫了医生。等到大夫匆匆赶来，我已经昏迷过去，心跳变得越来越弱，医生只能叹了口气。看到这种局面，顾景瑜急忙抱起我往楼下冲，刚到医院门口，我就被推进了急救室。隔着玻璃窗，我隐隐看见他靠着墙，低着头一动不动。
泪水一颗颗滴落下来，他就那么低着头，脑海里似乎在反思什么，忽然一下抬起手，狠狠给了自己巴掌。这一巴掌直接把嘴角都打出血来，我仅存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心里却依然能感受到那复杂的疼痛。第二天一睁眼醒来，我一抬头就对上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。顾景瑜一直守在我的床边，他的眼神写满疲倦，里面还透着浓浓的担心。见我醒了过来，他眼眶马上染上了泪影，像终于松了一口大气。他伸手过来，声音微微发抖地问：身上还有哪里难受？要不要吃点什么？是不是觉得口渴了？有不舒服就直接告诉他，他会立刻去找医生。看着他满脸焦虑的样子，嘴里还在没完没了的追问，我抬起手轻柔地握住他的手，带点无奈的笑容说：你问的太多了，我都搞不清先回答哪个了。他被我一句话给堵住了，动作立马僵住，好像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触碰了一下，低下头沉默了很久，才憋闷地说出话来：都是我的错，真的对不起。听到他道歉那句话，我终于没忍住，眼泪一下滑落脸庞，整个脸颊都湿了。他满心都是愧意，可这样的歉疚其实根本不该对我说。我很清楚他曾犯过的那些错，虽然我爱他，哪怕再痛心，也始终无法狠心恨他。可周毅然呢？那个跟我们毫无血缘的学长，只是因为扶了我一下，却在他怒火之下被连开6枪。说真的，他的忏悔最该弥补的人其实是周毅然，并不是我。面对他那句特别认真的对不起，我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，只顾着低头，一句话都没讲。病房的空气仿佛突然凝住了，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，彼此都避开视线，沉默里弥漫着说不出的压抑感。医生来查房的时候，他立马站了起来，安静地离开病房。走廊的尽头，他拿出烟点上，缭绕的烟雾在他身边升腾，整个人看着说不出的落寞。远远的，周汉手上提着餐盒从对面走过来，一眼就瞧见他孤零零站在尽头，心头不免泛起一阵心酸。周汉放缓脚步靠近些，什么都没多说，直接抽出支烟点燃，就这样陪站在旁边，默默抽烟不语。他低着头注视楼下川流不息的人群，吐出一个烟圈，终于开了口：老大，真正喜欢一个人，其实要学会尊重他，同时也要信任他。前面我们折腾的也够了，不如多给嫂子一点属于他的空间吧。话说完以后，他把餐盒轻轻放在栏杆上。等周汉走了以后，顾景瑜还是站着抽完了烟，好像对刚才的劝解没半点动摇。他早已明白爱要懂得克制和分寸，可那些简单的道理，他偏偏在遇见我以后就再也无法做到。他对我的执着仿佛缠绕的藤蔓，越来越紧，根本断不掉。等到走廊彻底安静下来，他在门外伫立默默等了15分钟，确认身上已经没了烟味，这才提着周汉留的餐盒推开门重新回到病房。到中午的时候，顾景瑜出门去办理出院手续，病房的门却突然被推开。我抬头一看，竟是周毅然出现，左手还缠着厚厚的绷带，虽然眼里透着疲惫，气色却比之前明显好多了。他直接走到我床前，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。雨柔，看到我是不是很惊讶？他如此突如其来的出现的确让我有点愣住，一时间也顾不上想他怎么得知我住院的消息。我赶紧坐直身体，望向他，语调里透着急切：学长，你还是快走吧，我男朋友马上就要回来了，我真的没什么事，你别再担心了。还有对不起，都怪我让你受伤了，真的非常抱歉。他说到男朋友那几个字时，周毅然的眼里突然一颤，脸上的笑容开始褪去，嘴角泛起一抹苦涩。他轻轻摇了摇头：雨柔，你别这样说，其实你不用道歉，我从未怪过你。他目光忽然变得炽热直接，那情感毫无遮掩写在眼底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视线坚定地锁定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雨柔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哪怕一点点机会都不给我吗？我迎着他充满期待的视线，坐在床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周毅然缓缓起身，转身朝着门口走去，脚步显得急促，透出了几分狼狈的味道，像是在守着最后那点自尊和倔强。学长，请你忘了我吧。我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，话刚出口，他脚步一顿，明显停住，短短数秒，一句话都没留，沉默着拉开门，头也没回地离开了。而此时走廊另一头，顾景瑜正被周汉跟杰斯紧紧摁住，两人拼尽全力，还是感觉快要压不住。顾景瑜眼睛都红了，活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，浑身气息随时可能爆发。杰斯咬牙用力压着他，喘着粗气，不断骂骂咧咧：周汉，你小子竟出这乱七八糟的馊主意！周汉被骂得满肚子火，回头瞄了一眼顾景瑜紧握的拳头，自己心里同样憋着一团火。昨晚他还拍着胸脯承诺，一定有办法让嫂子的怒气消点，结果一安排周毅然和嫂子单独碰面，麻烦反倒更严重了。他还特地让顾景瑜下楼，本想着能缓和下这个局面，结果话没说完，顾景瑜当场来了一拳，一切就这样失控蔓延开来。周汉死死地按住他，着急忙慌劝着：老大，老大，你先冷静点行不？再忍忍，他马上出来了。旁边的杰斯听见也赶紧点头帮腔：对啊，老大，再给人家2分钟，要是还不出来，我直接进去把人给拎出来。顾景瑜的脸黑得像压着层厚厚乌云，额头青筋一根根跳起，每次呼吸都憋着很近，他怎么可能忍得下去？早知道周汉这二货要安排这种烂主意，他根本不会答应。怒火越积越多，快要爆炸，他猛地攥紧拳头，一记重拳直接砸在周汉脸上。周汉根本来不及反应，直接就被撂翻在地，整个人都摔地上了，心里气炸却不敢还手，脸上冷得吓人。紧接着又朝还抓着他手腕的杰斯挥去一拳，所幸这次杰斯反应飞快，连忙松开他，狼狈地往旁边一躲，大喊：老大，拜托你冷静冷静。可他半点都听不进去，眼里全是愤怒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就是病房里的那个人。他大步流星直冲病房拐角，脑子里全是让人抓狂的画面。周毅然会不会碰我？是不是又当着我的面说难听话？会不会趁机离间我和他之间的信任？每个想法都像刀子一样扎进他的心里，一刀刀割的心头生疼血淋淋。还没冲到病房门口，眼见周毅然已经从里面走出来了，两人擦肩时，谁都没看彼此一眼，谁也没有开口说话。顾景瑜直接快步走上前，推开房门，径直进了病房。我刚
刚打算下床去趟卫生间，一听门被猛地推开，下意识地抬头看过去，他那张脸阴沉的吓人，整个人像狂风朗朝我扑来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他俯身一把把我抱了起来，就像捞起小孩一样把我死死搂在怀里。我一脸懵圈，脑袋飞速动起来，一下就猜到他多半是和周毅然碰上了。我保持警觉，四下扫了一圈，并没有听到什么枪响，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看来他这次勉强收敛住了，并没闹出伤人事件。他抱着我慢慢走到窗边，让我后背贴在了冰冷的墙上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俯身突然狠狠吻住了我的嘴。这次他的动作比往常还要粗暴，带着明显的发泄情绪，力气大的让我有些招架不住，双手拼命推开他，可根本推不动。这一吻简直像暴风骤雨，连屋里的空气都被搅得火热起来。而且更离谱的是，他还压根没想停下来。这一个吻持续了差不多有20分钟，等他舔进我的唇釉，又忍不住去亲我脖子，我差点怀疑要被他吻晕了过去，只能无奈摇头，挣扎着轻声说：“你先松开我好吗？我真的要去厕所。”顾景瑜这才终于停住，他目光沉沉，嗓音低哑：“我抱你过去。”我立刻皱了下眉，下意识摇头拒绝：“不要，我自己能去。”心里不由得有些慌张，被他那样盯着，老觉得下一秒会被他带偏。短暂沉默后，他低低开口：“行吧，我在这等你出来。”我轻轻点头，转身走出病房，心里却莫名变得烦闷起来。可能是他那强势霸气的样子，让我总感觉有点喘不过气。等我走到走廊，尽量控制自己情绪平复，想让那种被压得难受的感觉消散点。突然，一只苹果滚到脚下，我下意识低头看了眼，顺手弯腰捡起苹果拿在手里，站直身体。一个看着16、17的男生跑了过来，身上穿的黑色半袖又旧又破，脸上还挂着几道青紫痕迹，怎么看都像刚被人收拾过。少年双手插兜站着，神情有几分局促，眼神不断飘向我手里那颗红润的苹果，表情既紧张又尴尬。我立马将苹果向他伸出，柔声询问：“这是你丢失的水果吗？”少年怔住片刻，缓缓抬起手臂，小心谨慎地准备接过苹果。就在此刻，几名医护人员匆忙经过，碰撞到他肩部，冲击不轻，他身体一歪，指尖恰好划过我手背皮肤。这一瞬间令我惊住，他面部表情也瞬间变得慌张，但很快镇定下来。他赶紧抓住了那颗苹果，低头迅速转身匆匆离去。我并未多加思索，也没将这小事放在心里，转身朝洗手间走去。出门之后，我抬起头来，透过窗户玻璃看到天空挂着一道彩虹，彩虹色彩斑斓的悬在云上，美丽的让人心情瞬间开朗起来。我情不自禁顺着楼梯爬上天台，想找个视野更广阔的位置仔细欣赏这美景。楼顶上风势较大，吹得我衣衫飘动，内心却因这彩虹而平静下来。之前的焦躁感和紧张情绪随眼前美景一扫而光。正在此时，天台另一侧传来一声闷哼声，打破了这片刻的宁静氛围。我轻轻推开一道门缝，通过缝隙向声源方向望去，视线所及之处是顾景瑜的身影。他身穿洁白衬衫，袖子卷起，整个人散发着凌厉气息。他双腿穿着挺刮西裤，脚蹬洁白皮鞋，鞋尖此时正狠狠压在那少年手背上，声音冰冷刺骨：“你胆量不小啊，居然敢碰我的女人！”周汉和杰斯站在一旁，满脸无奈，却无人敢轻举妄动干预。那趴在地面的少年满身伤痕，比刚才见到时更加狼狈不堪，身上青紫淤痕加深了许多。他整个人似乎已丧失抵抗力量，伏在地上，一言不发，宛如认命般沉默不语。顾景瑜冷酷地抬起脚，毫不犹豫地向少年脸侧踢去。他这一脚极其凶狠，直接踢破了少年侧脸皮肤，鲜血立即涌出伤口。可顾景瑜眉头都未皱一下，显然怒火未消，还准备再次出手伤人。此时，周汉和杰斯终于行动起来，连忙上前拦住他，不断劝说：“够了，够了，老大！”杰斯瞪大眼睛看着顾景瑜，眼神焦急中带着明显的不忍。他压低嗓音说：“老大，他是个哑巴。”顾景瑜听罢一怔，脸上怒气却仍未散去。杰斯压低声音继续小声嘀咕：“这小子名叫北城，是地下搏击场的人。”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心中猛震，这不正是那些拼命厮杀的地下拳手之一吗？顾景瑜尽管听到这话，脸色依然阴沉如铁，目光冰冷的令人不寒而栗。“老大，您夫人回病房找不着您，恐怕已经急得不行了。”杰斯小跑几步试探性的提醒，这话如同一桶冷水，让顾景瑜几近崩溃的理智慢慢回笼。他那张本就优雅英俊的脸逐渐卸下力道，压制住怒火，收回汹涌情绪，视线从地上趴着的少年身上移开。他抬脚迈步，大步流星离开天台。杰斯低头看着地上惨状凄惨的北城，无可奈何的深深叹气，命真够硬的，总算保住一条小命。周汉一句话不说，只是默默地跟随顾景瑜身后，与他一同离开天台。整个楼顶瞬间只剩下布满血迹的地面和北城那孱弱单薄的身躯。我紧紧贴在楼梯拐角处垃圾桶后面，谨慎地探出头确认他们已走远，确定脚步声完全消失。我双腿有些麻木，却仍然咬紧牙关站起身来，还是鼓起勇气走向天台门口。我推开那扇发出吱嘎声的铁门，目光落在天台上趴着的北城身上，他面色苍白如纸，纹丝不动，空洞的双眼呆滞地望着前方，宛如灵魂被抽离躯壳。我的足步停在他面前，低头看着自己穿的小白凉鞋，映入他茫然的视线中。我弯下腰身，从衣兜中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他，轻声对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是我让你无辜遭罪，这卡里有些钱，没设密码，拿去给自己疗伤用吧。”他脸上全是泥污和干涸血渍，几乎将原本面容完全掩盖。他抬起尚未受伤的那只手，艰难地擦了擦眼睛，似乎想要看清我的样子。然而他始终一言不发，这让我内心更加不安，却也更坚定要将卡交给他。我明白不能久待，毕竟要是顾景瑜发现我还未回去，很可能会亲自来寻我。不等少年有所回应，我将卡塞入他手中，轻轻握住他的手说：“拿去治伤吧，别再遭这样的罪了。”他仍然没有出声，只是仰起头望向我，那复杂眼神让我一时难以读懂。当我准备起身离开，突然感到脚踝被一只冰冷的手抓住，如同触电般让我整个人瞬间僵住。我急忙低头看去，脑海中念头飞转，他是想要报复。
还是想阻拦我离开，又或者另有所图？这短短1秒钟仿佛被无限拉长，接下来他的举动却完全出乎我意料。他突然绽放一个笑容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带着满脸血污，让这笑容看起来格外狰狞。但那并非嘲讽或仇恨的笑，更像个孩子终于找到希望之光的纯真表情。我注视着他那复杂神情，愣住几秒，竟不自觉的也对他回笑一下。北城慢慢松开抓握我脚踝的手，我没有继续停留，只是回头望他一眼，转身迅速离开天台。北城艰难支撑身体慢慢坐起，低头注视手中那张简单的银行卡。他目光从银行卡移向远处天际的彩虹，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笑意。彩虹真美啊，可惜他早已明白，自己永远不会属于那种美好世界。